峰哥，现在缅甸的妙瓦底诈骗园区大复活，之前不是中国一直抄，大家一直抄都要灭绝了，现在跟我们讲不一样，而现在中国又要抄，抄完之后发现。啊，都是你们自己人，是要抄怎么抄？对，现在来讲的话，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，王毅呢就说呢，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打击跨境网店的一个犯罪。可是呢，他就说你们都让着很多人在那边犯罪，然后呢都说是我们的中国人，你们这样子是不对的。结果呢，缅甸就偷偷的告诉大家一个数字，说哦，我们这一次的共同打击抓到了5万多人，其中呢，精确的数字来了，53388人，国籍为中国啊，都是中国人。所以呢，你就是这样子，你缅甸不好意思直接打脸中国，可是呢，他却把这个东西给算了出来，而且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点，他是说呢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园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哦。不是我们的，所以呢，水也不是我们拉进去的，电也不是我们拉进去的，但他没有讲是谁，可是大家就讲说会不会是中国跟缅甸的一个交界？而且最离奇的一件事情，给大家一个印象，什么概念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，它一天哦流动的进去工作人口是多少？是17万人。对，而妙瓦底这些园区来讲的话，诈骗园区已经到了10万人，而且10万人就是一个小竹科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竹科从以前开始慢慢的发展，也到现在才17万人。现在来讲的话，他们这诈骗集团、诈骗的园区已经有10万人，每天10万人那边打都在敲键盘。然后呢，你看慢慢的扩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这个图，这个是什么图？这是一个人逃出来之后呢，他画下的一个蓝图。他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就是他们的一个基地。那这个基地来说的话，你仔细看会非常的特别哦。我们刚才不是讲到竹科吗？对，你就把竹科设计的蓝图想到这个就非常的类似哦，你看哦，后面有山坡地，然后最高的话有到5层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怕你跑掉。好，重点山壁也有3层楼，它就是类似中古世纪的一个城堡一样，一层一层盖上去。它是一个缅甸的山寨。对，好，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哦，你看1宿、2宿、3宿，这都是它宿舍，就等于是关押这些猪仔的人，然后呢有餐厅，然后有办公室，然后接下来最离奇的一件事情是，这边有一个3层楼的一个 mall。这个 mall 里面有什么？有超市，也有健身房哦。这个东西来说的话，就是以后未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你是可以去超市买东西，你是可以去健身房的。最离奇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边还有妓院。竟然有这种东西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什么？他们后面来讲的娱乐室跟诊所，最神奇的是里面还有篮球场。它所有的东西，其实你把它仔细看，它就是把它当成竹科在建设。对，重点是你看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建造中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生意好的话，慢慢的可以拓出去。可是你不要看说这些人好像赚很多钱，但都是这些大 boss、这些老板在赚钱。你在这些1社、2社、3社里面的人，你就是猪仔。猪仔早上8点就要点名集合，点名集合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要开始唱歌，哎，唱什么歌？唱这一句，这个我觉得赵哥你一定懂。杨培安的歌。对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明天就要赚到钱。没错，就是每天就像直销一样，给你洗脑，然后给你鼓励，然后呢，你赚到钱的话，你就会去我们刚才讲的妓院、健身房、去超市。啊，如果你没赚到钱，你要干嘛？他就拿电击棒打你，电到最后你真的会受不了。然后呢，到目前为止的话，你会知道说这个生意其实很难消灭。过去来说，我们都说你小心，你这些年轻力壮的吼，海外打工都是高风险。现在来讲，你骗不到太多年轻人的话，你现在既然是用旅游的方式骗老先生、他现在是一个无差别攻击，没错，他等于就是把你洗进去，无差别掳人了，通通来。洗进去之后呢，他再把你分门别类，你知道吗？这像什么？像是水选鸡蛋一样。你比较好的年轻人，你可以打字的，你可以用电脑，你可以用 Telegram 的，你就拿去做诈骗。哎，有8个人，然后其中有3个年纪比较大的，电脑我要用。卡等位讲话嘛不认凳，结果呢，他们就说你们不用打了啦，你们直接好不好把这个关在房间里面，然后呢，一人发还他们1只手机，就说你们现在打电话回台湾拿钱，你们最少弄到40万的就可以放人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凑到了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这事情才出来。然后他们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生不如死，鬼门关前走一遭。现在来说的话，这些来说，你根本不知道谁是人谁是鬼。这8个人其实彼此都不太认识。这8个人都是被这个鬼母牵线女全部拐走了。现在其实这种鬼母牵线女有非常多组，她都是用一个比如说联谊会，然后认识老先生老太太，然后呢教你一些简单的广场舞，然后做一些活动，然后就告诉你说，哎，出国去玩喽，出国去玩喽。然后你开始说，那我怎么会那个？你没事请我去玩干嘛？是有问题？他就说没有，因为呢他们有一些配合的一些机场的
机票，然后呢统包下来之后呢，可以找你去，然后你去了之后呢，就被变成掳人勒赎的一个漏票。那玉峰，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这个是整个妙瓦底园区不断在扩建当中。之前不是讲的跟什么一样，说要拆，说要抄，现在还有怪手直接继续盖，继续盖。这些东西来讲的话，它有没有抄？它有抄，可是呢，它抄完之后啊，就会把这些基础建设拿去转给下一组。有很多的人做这些诈骗，做到钱然后离开了，但是呢，还永远有下一组再把它赚进来。这东西来讲的话，根本抄不完。体会我们刚刚讲到了，为什么这次的猪仔风波会让中国网友这么生气，就是因为王兴这个人。王兴这个人现在大概有4亿多人在看哦，都在烧这件事情。以中国来说，压下来，没有人压，这背后有什么故事？对，我们知道哦，中国大陆来讲的话，这一次这个王兴被这个所谓的当作猪仔了哈，然后现在被诈骗了，那这个在网络上来讲，要形成一股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对象。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照道理讲哈，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通常是什么报喜不报忧，不是吗？对，报喜不报忧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对中国来讲的话，它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，那怎么可能让它一直在网络上一直在宣传呢？那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本来在王兴这个事情之前啊。中国的公安部一直在对外宣传说啊，我们这个打诈非常有成效啊哈，我们甚至还说对于这个缅甸的这些所谓的 KK 园区或是泰国这边来讲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都有在做很多事情，而且我们拯救多少人。那现在呢？结果王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不管是他的这个女朋友，或者是说很多艺人都在宣传来讲的话，照道理讲2天大概够了，对，整个网络上压下来，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拿下来才对。结果没想到这一把火一直烧，烧到现在还没烧完。有人说这根本就又涉及到中国内部的斗争的问题。斗争？对，为什么斗争问题呢？你知道现在中国公安部的部长是谁？叫做王小洪。这个王小洪本身来讲，其实就是习近平的亲信，而且以前在福州当公安局局长的时候，就是习近平这样子慢慢的拉拔上来，一直拉到现在。那旁边那个就是丁薛祥，最近来讲的话，传出一些事情哦，包含这个所谓的中国海关的这个局长呢死掉的事情了，被自杀的事情了，都跟他们这3个人是有关的。3个人就是丁薛祥跟王小洪那个互相联盟之下，然后要去斗蔡奇。那为什么斗蔡奇呢？因为听说这个丁薛祥底下的这个中国海关的这个署长呢，本身来讲可能是被蔡奇派人去暗杀掉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什么这件事情有可能又是蔡奇在搞王小洪跟丁薛祥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你知道管文宣的中宣部来讲，或是管这些网络的，基本上是蔡奇。那蔡奇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呢？王兴的这件事情一直烧，其实就在告诉你说，你公安部没有用啊！你这个国务院来讲的话，你这个丁薛祥你们也没有用，因为丁薛祥现在是中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嘛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今天来讲的话，非得要用这个时机，顺便把你们2个人搞掉，你们完全没有攻击。瑞德哥，我们刚刚谈到了中国人现在是有多坏，中国人把中国人自己卖到了泰国，甚至转到缅甸的 KK 园区，甚至妙瓦底那个地方。现在台湾人也是在骗台湾人，对，没错。那么现在任何人只要跟你讲说啊，那么在泰国有更好的机会啊，什么有关于这个相关的虚拟货币啦，保证年薪可以让你拿到80万到100万以上，或者是那么年纪比较大的跟你讲说可以招待你到泰国去免费旅游。或者是除了到泰国免费旅游之外呢，那么只要你办一个户头、开一个账户呢，还另外给你8到12万的相关的外快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诈骗集团，就是坏东西啊！很简单，为什么？讲的好像真的一样，但是呢，所有的套路都一样。只要我告诉你哦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那么出卖你的很可能是你国小、国中的同学，那么出卖你的可能是你的最好的姐妹淘，出卖你的可能就是你的亲兄弟姐妹。为了钱，他什么都可以出卖。那么每一个这个被骗到泰国曼谷一出机场了以后，他们之前就会在简讯里面告诉你一件事。那么在你上飞机前他就会让你拿着机票帮你拍张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拍张机票，那么拍照片，你拿照片，那么拍张机票了以后呢，那么你上了飞机，他一个人就可以领取到快接近10万块的台币。他把你给卖了，一个人10万块。他为了他的10万块一个人，那么就直接把你给卖了，就像卖猪仔一样啊。
然后你到了以后呢，所有人到这个曼谷了以后，都会有司机来接送，还有相关的这个朋友来接送。上了以后呢，上了这个车子了以后呢，紧接而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护照跟你的手机给没收掉，然后越开越北。从整个马路，从整个这个你可以看到，越开越北，越开越北，越开到郊区，直接把你载到泰国跟缅甸的交界。我告诉你，这全部都是你以为你有机会逃吗？你错，你没有什么机会逃。你本来还以为说可能是饭店比较郊区了，干什么？等到你发现不对的时候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泰国政府在这个泰缅边界设了2个岗哨，照理来讲可以拦下来，可以盘查身份，对不对？这2个岗哨很奇怪。只要是诈骗集团的车子要经过的时候，里面都没有人。你说他直接放行，他也装作没有看到的感觉。不错，所以告诉大家，就是泰国政府里面一定有人跟他们勾结。然后你只要被送过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喜欢台湾人，为什么呢？台湾人你如果你会用电脑，因为台湾每天都在用电脑，都在上手机怎么样嘛？然后呢，你会用电脑，然后如果你不愿意这个的话术，不愿意学习，它有一个《葵花宝典》的诈骗秘籍啊。如果你不愿意学习，你没办法使用电脑，你干什么的话呢？就给你叫杀，这个你啪，他全身都是伤，把你在很热的天气里面，在缅甸很热的天气，在操场正中央立个杆子，把你绑在那个地方，让你晒3个小时、5个小时的这个等于说太阳了以后，把你放下来再打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这样子打到你，如果没有利用价值，就打电话回来给你开了个天文数字。那么为什么他知道台湾人会杀价？最后成交的金额通常是在台币大概是100多万左右啦，就把你像掳人勒赎的漏票一样，才能放你回来。这是运气好的，男的一定毒打，女的一定性侵了以后呢，那么再毒打才强迫你做这个做诈骗。做的不好再毒打，做的好就留在那个地方。如果连台湾的家人都付不出钱的话呢，直接把你送到缅甸那些最可怕的地方摘除你的器官呐。所以现在开始不是我们在危言耸听，而是因为所有的例子都一样，都差不多，而且在这个所谓的妙瓦底的这几个诈骗集团，现在还在盖房子。现在不断的盖房子，我们看到那个画面，我真的快吓死了。我们原本以为现在当地会抄，国际会介入，盖的比之前还大还多。你看到这个，等于说你会以为说是个科学园区吗？为什么他还继续盖房子？因为很简单，他需要更多的台湾人、更多的香港人跟更多的中国人。不过他特别喜欢用台湾人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认为中国人要教他会骗人，要教很久。那台湾通常都一定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嘛，对，所以呢，你对电脑又很懂，所以用台湾人，我逼你，你如果不弄的话呢，我就叫啥灯给你啪，给你凌虐到死啊！那么千万不要小看人类人性的那个等于说最阴暗面，然后呢，不把人当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说要招待你去旅游，泰国免费的，然后任何人说要让你去这个带你到泰国去，那么找工作年薪100万。都是诈骗集团，千万不要去。